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 DT Law Corporation 的 Daisy 赵律师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定义在美国的报税身份。首先，美国公民和美国绿卡的持有者是全球申报的，这两种人是必须得申报全球的收入的。美国是一个全球收税的国家，意思就是说，在海外的收入，比如说像工资、像投资的收益、买卖房产的一些收益和海外的资产都是需要申报的，包括像银行账户或者是股票账户，这些都是每年10月份之前需要申报给财政部的，我们叫做肥卡。第二种需要报税的是拿了学生签证超过5年的，拿学生签证的第1年到第5年是属于一个国税局给的例外期，也就是说第1年到第5年期间是不需要做任何报税的。那除非是在美国境内打工的工资，这种需要申报。那么全球收入的话，是持有学生签证的人是不需要申报的。但是超过了5年，那么哪怕持有的只有学生签证，也是需要申报海外账户和海外收入的。第3种是持有工作签证的人，像 L 签证或者是 H 签证持有者，他们在美国是属于税务居民，那么也是需要和绿卡公民一样申报税的。不过很多这种签证持有者如果不报税，那么签证有可能就保不住了。第4种不常见，但是去年出现了很多的是在美国境内旅游超过183天的旅游签证人士。那么这个183天怎么算呢？就是今年的全部天数加上去年的1/3的天数，以及前年的1/6的天数。我大概举了一个例子在这边，2020、2019、2018年加在一起，这3年加在一起，如果超过了183天，那么就面临着全球课税的问题。当然，去年有很多的游客因为 COVID 新冠是没有办法离开的，那么国税局因为这个新冠问题开通了临时例外。如果因为抵达了美国之后发生了医疗相关的问题，那么这个治疗整个时间不会被国税局算在那个183天内。当然，它的前提条件是，首先必须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生了 COVID 新冠这个问题，导致无法回国。然后是这个人必须想要离开美国，但是无法离开。国税局会从2月1号2020年后自动给到这60天，这个60天不会算在183天内。那有一些人是新冠开始之后来了美国，完全没有试着想要离开，那这种人不是属于这个例外之内，除非是在美国已经生病了，需要一些新冠方面的一些医疗治疗。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没有身份，但是有在美国工作的人，那这种人也是需要报税的。比如说那些旅游签证的人士来了美国，可能仅仅就20天，远远低于183天的要求，但是在美国偷偷打工的，因为他们赚取的钱是在美国境内赚取的钱，所以这种收入算是来自美国境内，那么这种人还是有报税义务的。刚刚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讲了一下哪些是有报税义务的人，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，谢谢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。